欢迎收听华瑞投银观点。大家有没有发现，全球债券市场底层正悄然升起一个让人无法忽视的融资无底洞？当所有人都在关注美债抛售潮与联准会鹰派动派时，欧洲那边已悄悄按下发债的加速键。最近，瑞银集团发表重磅报告，指出欧盟官方正式宣布在2026年下半年砸下高达800亿欧元的天量融资。更让人意外的是，欧盟还暗示2027年的发债规模完全不会减少，直接打破了市场原本预期融资将降温的美好幻想。当天量欧债遇上即将到来的9月30日最大预算案摊牌期限，这场欧洲债市的供需大震荡将如何重塑全球资金的避险地图？今天我们带你透过瑞银的第一手报告，看懂这个被严重低估的欧洲债市新风暴。瑞银集团指出，欧盟宣布在2026年下半年发行800亿欧元债券的计划符合预期，但暗示2027年发债供给将与今年相当的表态，却让市场大失所望。瑞银的核心观点是，原本市场预期欧盟发债净供给会在2027年及之后开始放缓，但高昂的融资需求将迫使欧盟在2027年继续发行大约1600亿至1700亿欧元的新债。尽管天量供给维持在高档，但瑞银强调，欧盟债券相较于其他欧元区成员国国债，依然具备极具吸引力的持仓收益与交换利差机会，其高信用平等与充足流动性依然是强大防护。我们来细细拆解瑞银做出这项前瞻判断的底层数据与财政逻辑。首先是2026年下半年融资规模的靴子落地。欧盟在2026年6月23日宣布下半年800亿欧元融资计划符合预期，主要用于新版乌克兰支援贷款，并维持全年1600亿欧元的总发行目标。华瑞认为，这项融资计划证实了欧盟在多边财政援助上的支出已经常态化。这笔庞大资金在下半年透过4个新迪加窗口与6次公债拍卖分散发行，代表欧洲债市下半年将面临持续且稳定的资金吸水效应。其次是2027年不减速发债引发的市场预期落差。瑞银精算指出，2027年欧盟债券总发行量将落在1600亿至1700亿欧元之间，扣除2027年到期的400亿欧元债务后，净发行量仍高达1200亿至1300亿欧元，这与2026年约1330亿欧元的净供给几乎在同一个高档水平。华瑞认为，这正是市场预期落差的核心。投资人先前乐观以为欧盟会主动放慢发债脚步，但瑞银的模型证实，欧盟实质上已将自己转型为类似主权国家的永久性发债机器，这将对欧元区长天期公债的殖利率形成长期压制。最后是利差定价下的相对配置价值。虽然发债量惊人，但欧盟债券相较于德法等主权债仍维持着非常吸引人的区间波动。华瑞认为，这是一次典型的结构性利差机会。在利率区间震荡、全球金融动荡的场景下，欧盟债券凭借着 3A 等级的超高信用平等与仅次于德债的充足流动性，为投资人提供了绝佳的持仓溢价。做多欧盟债券并赚取相较于普通国债的超额持仓收益，依旧是下半年高胜率的配置策略。华瑞认为，市场最易忽略的关键细节是9月30日预算案期限与主权化转变的政治时间差。大众往往只看发行了多少亿欧元的数字，却忽略了背后财政框架的底层角力。特别是随之而来的9月30日，欧盟关于关键支出计划与财政审查的重磅法案即将到期。这个时间点是欧盟政策的分水岭。如果预算案在9月底顺利过渡，代表欧盟将有更稳固的法规支持来延续高发债路径，进而消除市场对2027年后欧盟信用分裂的担忧，为欧债长期吸引力注入强心针。面对欧盟天量融资与发债结构新格局，华瑞认为，投资人应关注2个核心维度。第一，天量高供给将压制长端殖利率，配置应以赚取稳健持仓收益为主。第二，盯紧9月30日预算博弈，并将招标倍数与央行抵押品政策视为核心指标。总结来说，瑞银报告为我们揭示了欧洲债市下半年最真实的生存密码。下半年的800亿融资落地与2027年不减速的天量供给，证实了欧盟财政一体化的齿轮一旦转动就极难停下。看清发债常态化背后的利差优势，避开过度乐观的减产幻想，才能在宏观配置中锁定最安全的防御价权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各位的观看，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。
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，欢迎追踪华瑞。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，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，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。